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6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1至5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我先说个总的结论吧。前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18.8%。无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短短5个月时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就整体下滑 18.8%， 这样的惨况确实已经很难让人能够继续保持淡定。不过，消息并不总是坏的。例如，我们倘若只是站在5月份的工企业利润数据往回看的话，就会发现，相较于1至4月份，我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降幅其实已经收窄了 1.8个百分点。换一句话讲，至少在5月份，这种利润下降的颓势其实已经开始了强劲的反弹。当然，大家先别急着骂街，账不是这么算的。众所周知，受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影响，其实早在2018年开始，我国的工企业，特别是涉外贸易的工企业，在搞钱这一块就已经变得愈发艰难起来了。不过嘛，随后而来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暂时性的改变了这一点。在终于挨过了2020年1、2月份的全国封控之后，作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大规模复工复产的 TOP 级工业大国，中国一时间甚至成为了全球唯一可靠的工业制成品供应国。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几乎统治了其后2年的全球贸易市场。彼时，虽然包括中国国内在内的全球消费市场因疫情原因而导致需求消费暴跌，但是借助美国疯狂印钞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欲望反弹，我国的产业制造终究还算是侥幸的在全球摆烂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虽然数据依旧很烂，但好歹也总算是烂中最优。很显然，这样的局面并不被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的美国所乐见。于是我们看到，当全球疫情大流行终于结束之后，早在2018年便已经开始被美国所实质推行，但因为新冠疫情而拖沓近2年之久的对华脱钩，又一次被提上了美国的恶华日程。与2018年相比，当前的国际制造供给及消费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总需求来说，随着美国疫情期间大规模印钞放水所引发的暂时性消费欲望反弹的最终结束，在2年疫情期间因个人储蓄的大幅消耗所带来的储蓄偏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成为全球各主要消费市场的主流。换一句话讲，当前摆在全球经济复苏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消费不足。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美国已经实质开始大举对华脱钩，并策动外资撤离中国大陆谋求产业转移的大环境下，全球消费市场的持续性萎靡所带来的必然会是中美之间贸易竞争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这个很好理解，池塘水少了，大鱼就更容易发生冲突。数据不会骗人。2023年1至5月份，我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多达24个行业出现了利润下降的问题。其中，纺织业利润下降了 27.8%， 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下降了 39.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下降了 49.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52.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53.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92.8%。前者的低端产业制造类目的利润下降，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美国促动外资大幅向东南亚、印度等廉价劳动力地区转移所导致的产业平均成本下降所带来的行业利润压缩。以5月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为例，可以看到，随着大量外资转移，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类目的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制造业呈现持续景气趋势。在全球产业制造颓势的当下，其 PMI 指数已达 51.1%， 超越国际荣枯线 1.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我国的制造业复苏动能环比趋弱，仅为 48.8%。不过，真正导致我国5月制造业 PMI 指数继续走衰的大头，主力并不在东南亚亦或是南亚。相较于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以及电子设备组装等低端低附加值产业，作为美国着重对华发起贸易打击、科技封锁乃至于不公平竞争的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
有色金属冶炼和燃料加工业等等位居国际产业供应链终端乃至继续往上的产业门类制造，才是真正对我国制造业发起挑战的主力因素。日本成为了最为直接的受益者。自开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修复，一季度日本 GDP 环比折年增速达到 2.7%， 较去年4季度的 0.4% 明显回升。综合 PMI 指数由去年11月的 48.9 回升至5月的 54.3%， 失业率降低至 2.6%， 低于过去10年平均水平。我相信看到这里时，大家心里那肯定是相当的不得劲。无他，美国对华绞杀也好，制裁也罢，那都可以先搁一边。他小日本踩着中国脑袋往上爬这种事情，那是真的让人恶心。不过嘛，我还是之前那句话，账不是这么算的。为啥这么说？今年5月15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企业出口数量达到了 99.4 万辆，按年增长 70.6%。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日本一季度的汽车出口仅为 95.4 万辆，单季度已经落后于中国。换一句话讲，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大家看明白了吧？受惠于美国的对华贸易遏制和脱钩政策，日本虽然在1至5月交出了一份创纪录的经济答卷，但是就在日本凭借外力踩着中国脑袋往上爬的同时，在过去50年间，真正被日本所引以为傲的，绝对算得上是日本第一大支柱产业的汽车制造业，却被中国直捣黄龙。日本还可以扳回一局吗？答案是绝对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即使到了2020年时，我国的汽车年出口量也不过只有100多万辆，并且拉长时间线，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不温不火的诡异状态，甚至已经持续了近10年。在此前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汽车年出口量一直在100万辆左右徘徊，甚至一些年份我国的年汽车出口量还下滑到了60-70万。但是当时间来到2021年时，这种持续了近10年的徘徊却被神秘力量打破了。2021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直接翻了一番，达到了创纪录的 201.5 万辆。2022年就更加夸张，数据继续陡增，来到了 311.1 万辆。2023年或许会更加离谱，要知道仅仅是第一季度出口量就达到了 99.4 万辆，中国2022年汽车出口量破400万辆，几乎已成定局。什么叫窥一斑而知全豹？2023年1至5月份，我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5.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9.2%， 汽车制造业增长 24.3%，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3.4%。作为对比，美国6月最新公布的制造业 PMI 指数仅为 46.3%， 欧元、英镑区的制造业 PMI 指数仅为 43.6%。其中，作为主要工业国的英国6月制造业 PMI 指数仅为 46.2%， 法国 45.5%， 德国 41%。1至6月，美英德法制造业 PMI 指数皆呈现出进一步的走弱趋势。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4国之中，作为地缘上更加靠近俄罗斯，且国家能源结构更为依赖俄气的德国之所以成为4国垫底的原因，我相信已经无需多言。但是撇开国际地缘政治争端，撇开全球经济颓势大环境，撇开这样或者是那样可以被直接放到台面上来进行解释的理由之后，又是什么造成了美英德法制造业 PMI 的集体走弱？1947年4月22日，毛泽东主席给晋察冀军区的电报，其实可以完美的解释这一切。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辕，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态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态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的歼击之，选机何不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政策，以及完全主动作战政策。什么叫战略艺术？这就叫战略艺术。美国对华制造业发动全面围剿，产业转移，外资撤离下，战场被预设到了南亚、东南亚，但是咱们偏偏就不去搭理他们。
对于撤离的外资，我们表示理解；对于转移的产业，我们也绝不阻拦。甚至就连隔壁的越南缺电了，我们还高风亮节的大举出口电力。中国好说话吗 ？Yes。中国是软柿子吗 ？No。中国之所以不去理他美国，之所以不在他美国人预设的战场进行决战，不是因为我们无能为力，也不是因为我们怕了，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我们要取得战场的主动权，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我们要使敌完全陷入被动。怎样的被动？小鬼子就是被动的典型。中国汽车产业蛰伏10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服从大战略的不可。但是10年都不温不火的中国汽车产业，却偏偏就可以在日本本土派遭遇极限打压，却偏偏就可以在日本政府放弃油滑装死，却偏偏就可以在日本彻底转向并甘为美国驱使大举吞噬我国终端产业门类制造时，就突然的发飙了。你折我一截拇指，我卸你一条大腿，这个买卖公平吗？不公平。无他，狗的大腿怎么可以和人的拇指所相提并论？因此，为了最起码得公平，我们在先打弱的之后，还要后打强的。谁强？就全球产业板块来讲，作为垄断了全球产业供应链最尖端部分的美、英、德、法等国所从事的制造领域最强。打谁？2023年4月5日，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媒体表示，不相信中欧脱钩，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2023年5月9日，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表示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对华脱钩，而是明智的降低风险。2023年5月21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公开声称中国是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挑战，并呼吁 G7 采取共同政策，以防止中国利用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2023年6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期间宣称，试图遏制中国并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的指控与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相反，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要以考虑我们利益的方式加强。我们该打谁？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最后，我有话说：处境艰难，发展乏力，这是当前的客观事实。对此，我们要实事求是，拒绝表示。不过，这种事实不应当成为有心人用作蓄意歪曲、蛊惑人心的手段。无他，大环境如此，一切的问题根源非人力可以回避。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硬着头皮继续挺下去。只要挺住了，我们就能赢。虽然这个过程将是极其艰难，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你我都需要明白，硬挺不代表站在挨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同样也不是个战役头。2023年6月27日，中越两国高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正式会晤。在此次会晤中，在关于未来的中越关系问题上，越南总理范明政是这样阐述的：持续发展长期稳定良好的越中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不让任何势力离间越中关系，构建命运与共的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南可以食言吗？他们当然可以食言，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越两国亲密友邻的地理关系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这就是当前这场决定了未来100年人类命运的世纪之争所展现出来的最真实格局。从中国向下撤离的，都在中国的实力辐射范围之内；由中国向上进取的，都掉头朝着中国奔来。